Hello， 大家好，我是静。那前2天的一期影片当中，我和大家聊了大量的中共国人涌入到马来西亚，开启了各种的恶性竞争和内卷，是让马来西亚的各种中小企业和自由职业者都面临了巨大的威胁。譬如说，中共国人搞的这个299的摄影套餐啊，实际呢是要好几千马币的。那现在呢，只要299就可以得到一条龙的服务啊。那可想而知，他们的价格战是多么的吓人，直接把马来西亚本土的摄影师一次性全部都干死了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恶性竞争的开始啊。那今天的影片呢，我想跟大家来讨论一个比这个恶性竞争和内卷更加恐怖的现象，是你们每一个马来西亚人都会面对的一个情况，那就是中共国的炒房团已经杀到你们马来西亚了啊！我们都知道啊，中共国人无论到任何的国家，只要是条件允许的话，第一件事就是先买房。在过去的10几20年当中，中共国国内的房价，特别是1线城市啊，真的是水涨船高啊！它的房价是可以和那些发达国家的房价去媲美的，甚至比很多发达国家的房价还要更加的高啊！就是说，它的房价和收入是完全不成正比的。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中共国的房价为什么会变得如此之虚高？泡沫会吹得如此之大啊！我们都知道中共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大国啊，有那么多的土地，为什么它的房产却这么的贵啊？按理说它地大物博，有很多的地，它不属于寸土寸金的一个国家啊。可是中共国就不一样啊，它的1线城市的房价是高到吓人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大量的有钱的炒房客，他们游走在各个1线城市啊，大量的买入，然后呢把房价推高之后，然后再卖出啊，其实是有这样的因素导致了它房价的恶性的上涨呢。那当然还有中共政府在后面默默的支持它这个房产的产业，因为中共国的房产的经济是中共国的 GDP 的主要的支柱产业，所以说中共它也是希望通过房产卖地去割韭菜的啊。那这个就不聊了。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中共国的炒房客啊。那现在呢，随着马来西亚对中共国免签，还有大量的中共国的中产申请了马来西亚的第2家园签证，到马来西亚去旅居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有大量的中共国人，他可能把中共国国内的房产卖了套现了，然后跑到马来西亚去买房产啊。那马来西亚的房产为什么对中共国人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我们下面一起来看一个影片。区域的公寓正在被中国投资者占领了，一大批中国买家聚集在吉隆坡的售楼部。根据马来西亚不动产协会刚刚发布的一则消息称，在吉隆坡购房榜单的外国人中，有 70% 的买家都是中国人。更夸张的是，吉隆坡市中心使馆区中国购房者人数在半年时间上升 200%。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大批中国人涌向马来西亚售楼部的现象？其中3个原因最主要。1. 政府的购房政策绿灯，马来西亚唯一一个外国人持护照就可以购买房产土地的国家，且不限购、不限国籍、不审查资金来源，只要有钱就能购买。2. 房价稳定，吉隆坡精装公寓单价2万一平，国内2、3线城市的房价，市中心的价格仅为北京、上海的1/3，而且是永久产权，没有公摊面积可以继承。80平相当于国内100平精装修，交付省下装修费。3.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投资现金流。吉隆坡是旅游城市，国际学校多市中心，出租回报率在 5%， 无机面灯双子塔更是达到 6%到 7%， 靠着每月的租金就是实现躺平生活。我相信屏幕前面的吉隆坡的观众朋友看到以上这个影片之后，你肯定在瑟瑟发抖了，对不对啊？如果说你还没有买房的话，那就是更加的担忧了，因为只要中共国人大量的涌入
度去瞄准你们的房产市场的话，在不久的将来，我就可以预见吉隆坡和柔佛这2个地方它的房产的价格一定会大幅度的上升的，也会有各种的泡沫的，因为这大量的中共国的投资客、炒房客，他们就可以集体的把这个房价推上去那到最终呢，就会导致你们本地人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个房价，买不起房了。在不久的将来，你们吉隆坡本地人想去买房产的话，需要从这些中共国的炒房客当中以高价去购买。听完之后，是不是好像听了一个鬼故事一样呢？你再对比一下中共国前2年的房价，那个泡沫是多么的夸张那所以说呢，现在随着大量的中共国人的流入，对你们本地人的生活和未来的影响，其实大多数都是负面的影响那说到这个炒房客和房产呢，我觉得新加坡的政府还是比较有先见之明的。那早在疫情期间呢，就有大量的中共国的超级富豪跑到新加坡来大量的购入房产，也把新加坡的房产一度推高了很多。那新加坡的政府也很快的做出了相应的政策，去反制这些中共国的炒房客，推高新加坡的房产泡沫那就是迅速的增加了外国人到新加坡来买房的话，需要缴纳一个60%的房产税以及印花税60%真的是一个天价的税那就是说，如果说你的房子是以100万为例的话，那你就需要比本地人要多交付60万新币就是为了去防止这些中共国的炒房客来恶意的炒作推高新加坡的房价。那事实证明呢，也是非常有效的就是说现在他们都觉得60%太贵了，然后一般的人都没有办法来新加坡炒房，因为炒不动因为60%的税之后真的没有办法炒了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我觉得马来西亚的政府也可以采用新加坡的政策去制止这些中国炒房客恶意的推高马来西亚的房价因为他一旦推高了的话，他会把这个泡沫吹到很大，倒霉的就是本地人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他们把这个房产市场搞到一地鸡毛之后，拿钱就走人了，最后遭罪的是你们自己人那除了我有这样的感触之外呢，我发现你们马来西亚的前首相马哈蒂尔他也是有这种危机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是如何说的。但马哈迪今天反呛，要苏丹解释为何变卖柔佛土地给外国公司。马哈迪还嘲讽，按照这样的情况下去，马来西亚很快就会失去柔佛。Dia nak salah siapa pun boleh, tapi dia bukan hakim, dia sultan, dia boleh bagi pendapat. Dia di negara kita ni sultan bebas, dia above the law. Jadi dia boleh nak kata apa pun, saya tak boleh jawab. Tapi he can say what he likes. But I want to know, why did he sell 1,700 hectares of land to the Chinese? Itu lebih besar daripada turun sekutu batu dalam laut. Itu tak apa. Ini nak jual lagi. Bandar Baharani nak jual lagi kepada Singapura. At the rate we are going, there will be no Johor. 我个人是非常的赞同前首相马哈蒂尔他上面的这一段言论那说实话他最近的是非常的活跃，有说了很多骇人听闻的言论，譬如说他前2天刚刚说了新加坡应该回归马来西亚，当时我听了我真的笑疯了，就是他有很多语出惊人的言论可是呢我真的是非常的赞同，以及他感受到的危机感就是说他反对柔佛的苏丹把大量的土地卖给了外国公司，尤其是中共国的公司和中共国的人如果长此以往下去的话，真的柔佛州就变成中共国在海外的一个州了真的它就会有大量的中共国人大量的入驻，大量的中共国的企业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一旦卖出去之后，你再想拿回来就是非常之难他可能会恶意的把这个土地的价格推到非常之高
那导致以后在柔佛州的本地的马来西亚人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承受房价了啊。还有另外就是因为它这个柔佛州离新加坡很近嘛，那所以说呢它的价值应该是整个马来西亚最高的就是它的土地的价值，因为它离新加坡很近嘛。那所以说大量的中共国的公司和中共国的人也瞄准了它这个商机就是说去大量的购入土地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那可能你们柔佛州的苏丹可能图眼前的利益了，然后就把大量的土地卖出去，拿了很多的现金在手上。可是呢，长远的去看是非常的不利于柔佛州长期的一个发展那随着有大量的中共国人的迁入的话，那可能本地人会慢慢的被他们边缘化，他们就变成了主人了，你们反而变成了被他们边缘化的人，他们是反客为主那说实话那中共国的人确实也是有一些不错的，可是呢，大部分的人的素质呢，真的是和文明世界的人是相差很远的就是他们到了一个国家之后，他们不会去入乡随俗，他们往往喜欢反客为主就是去到人家的土地上去撒野，去做一个大爷然后把自己当主人，还试图去同化其他的人这个就非常可怕。那所以说呢，我觉得未来几年柔佛州可能会面临房价迅速的飙升和大量的中共国人鸠占鹊巢的一个情况那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那也欢迎马来西亚的观众朋友们来谈一谈你们的看法。OK， 好了，以上是今天的内容，我们下期见，拜拜。